大家好，我是李灿，新年快乐！其实大家发现我今天在外头，不在室内啊。我为什么出来拍了呢？其实我想做一个实验，就是看一看自己胆量究竟有多大，看一看自己究竟在人特别多的地方能不能好好说话，能不能说人话。其实大家很多时候学习语言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就是不知道在人前怎么说话。比如说你在私底下自己练习的时候，随便怎么说都发现自己特别的牛，什么话都能说，什么东西都能说出口。但一旦让你在人前和别人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怎么这么紧张，不知道该说什么，说特别难的样子，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学习语言，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你想想看，让我拿这么一个照相机啊。在这个很多人的地方，我就心里会打鼓啊，咚咚咚，心里打鼓，觉得啊，那个人看我啊，那个人又看我了。说实话，其实很多时候没有人真正的在意你，没有人真的在乎你，在乎你自己的只有你自己而已。但是要跨越这道鸿沟啊，我发现其实是挺难的。鸿是什么意思？就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条沟啊。很难跨越过去。今天早上呢，我还看了一个漫画，就讲关于社恐型人和社交牛逼症的这么两种人呢。有些人就是说，那就让社恐的人和社交牛逼症的人做朋友呗，让社交牛逼症的人带一带社恐的人呗。其实真的是那么简单吗？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是这样。但是是不是就是社恐是一种天生的、完全没法改变的这种事实呢？我觉得也未必。关键是你怎么去慢慢的让自己去改变。哦，这里有好多人，我来到了人特别多的地方。你看，刚才往前走的时候，哎，是不是有个小姑娘？再回头看了一下，这边大家看啊，是不是好多人？天气暖和，大家都出来跑了。天气的暖和，连可能小老鼠都出来晒太阳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学习语言，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特别棘手的一个问题，特别需要好好努力去解决的这么一个问题。很多时候人们面对困难的时候都会想着啊，这个问题太难了，或许真的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是没法解决这么难的问题的，是不是给我多点时间让我去好好适应一下呢？我觉得那究竟应该怎么去做呢？究竟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去真正的去改变这些事实呢？我现在其实也是走了一圈，我有点浅尝辄止的意思。为什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步子不要迈得太大了，就是说一下子你从社恐型人直接把你扔到社交牛逼症的人的身边去，你就需要像他们那样，那是不可能的。其实昨天啊，我看了一个直播啊，就是笨老师的直播啊，他和一个同学，他叫唐龙还是唐华，我不知道了。我就发现那个唐华老师，他特别健谈。我就发现可能是他们这种类型的人呢，学习语言肯定有非常大的优势。怎么说呢？你越健谈，你越不怕在人群去展现，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说话本来就是这样说出来的，语言学习就是这样，不过如此嘛。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不是都学会了一门语言吗？自己的母语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临到学习外语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在学习中文的时候，为什么这么难呢？比如说很多人在学习别的语言的时候，为什么这么难呢？就是其实是心理作祟，就是也可能和你本身这个性格有关系。在很小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不要脸的都是不要脸的，对不对？小朋友谁还要脸呢？想哭就哭，想闹就闹，所以说错话也没有什么关系。而且那个时候关乎我们生存呢，对不对？我们要活下来，我们得表达呀。而到现在这么大了，就不存在生存的问题了。很多人学习语言是为了玩嘛，就算为了工作，我就没有必要逼自己一定要去说话，对不对？假如你还同时是一个不是特别爱说话的人，对不对？这个时候发现学习语言会变得更为难。很多人其实在不断的输入，不断去看书啊、看电影啊，发现很多都在自己的脑子里储存了特别的东西，但是就是说不出来，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那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有没有捷径？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其实那天我突然想到一个方法啊，最近我想把自己这个 YouTube 也罢 ，Instagram 也罢，想做一个内容方向上的调整。
其实更应该说是形式上的调整。我想做成一种自问自答类型的，就是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即兴去回答。我觉得这个东西能展现特别自然的地道的中文，所以更方便大家学习。其实这个就是我想说的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就是自问自答。大家可以问自己问题，很多时候你问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原来其实我这个语言库里头有非常多东西，只是我一直没有去用它，对不对？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就是很多时候发现，其实我已经看了非常多的书了，小说呀什么的，对不对？还有看电影也看这么多，电视剧我特别喜欢，是不是？我也积累下不少东西，我为什么就是说不出来？临到说的时候为什么说不出来？因为你说太少了呀。但是很多时候你也会发现自己没人交流，而且其实我发现就是你有时候就是交流的对象也特别特别重要。就很多人和你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说的东西其实都是废话，或许达不到点上，不能把你真正的这个内在的潜力给激发出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是你自己才是真正了解你自己的人，对不对？你可以找一些真正适合自己的问题，这问题能把你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些潜能全部给激发出来。我走到什么地方来了？我就喜欢走这种小路，然后有这种声音，听得很舒服。其实我为什么突然又转向了，还是有点面对人群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怵吧。所以说，我觉得什么东西你都需要一点点来，饭要一口一口吃，对不对？练习要一点点来，然后慢慢的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怎么踏出自己的舒适圈，不想踏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一味的去吸收，一味的去输入，你就是不说，你就是不练习，你怎么可能说好中文呢？对不对？任何语言它最终的本质就是应用，你不去运用，你怎么去让自己真正去掌握这门语言呢？对不对？很多情况下，我发现人真的是一个特别习惯安逸于自己现状的这么一种动物，真的是要踏出那一步，要真正的去甚至进行反思，要想进行不要说的那么深刻那么深入啊，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变都是很难的。人要从既往的这些日常呀或者习惯整整进行改变，其实都是特别特别难的。人会习惯这些东西，觉得习惯是最安全的，因为跳出习惯，你会发现面对很多未知，而这些未知其实可能会带来恐怖，甚至恐惧。就仿佛你进入一个黑漆漆的房间，里面好像隐隐绰绰都是有一些黑影，特别吓人。或许那有一个眼睛，或许那有一个什么神秘的东西在暗处盯着你，这就是人内心深处的恐惧形成这些东西。那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些东西呢？谁也不知道。或许在这个时候，你把灯一打开，你发现房间里空无一物，连床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柜子也没有，电视也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时候你发现原来是虚惊一场呀，所有都是自己臆想出来的。其实你会发现在人生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一个节奏，就是你不愿意或者你害怕去面对这些事情，不敢迈出那一步，然后你就变得不敢往前走了，踌躇不前的，对不对？今天我就和大家闲聊，所以可能稍微有点散了，我把自己刚才说的话稍微就是捋一捋啊，其实就是首先你要迈出那一步。比如说你一直以来都是输入，在听在看等等，你做不到输出的话，永远没法掌握真正的语言。所以你现在开始就得慢慢开始输出了，输出那一步是非常的重要的。我发现那边唱歌的声音太响了，继续往回走吧。人都习惯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头，舒适圈里舒适、安逸、安全。面对未知的时候，人都有害怕的情绪。万一我说不好呢？万一我说的很难听，别人嘲笑我呢？对不对？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你就得去练。练的时候踏出舒适圈，它其实可以慢慢的来，不是一下子马上踏出去，让自己这个步子扯得太大，那就摔倒了，是不是？然后很多时候还要你刻意的去练习。有些人特别健谈啊，你发现没有？就是有些人特别健谈，健谈人呢，他肯定学习语言就特别快，因为他
不怕丢脸，对不对？他愿意去说，这就是优势。那是不是所有人他都必须学会像这么健谈，他才能真正学会语言呢？我觉得也未必啊。其实说实话，世界上有这么多类型的人，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不可能每个人的模式都是一样的。但其实还是有一个最重要的方向，就是去练习，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练习。比如说我之前说过自问自答的模式，就是因为你自己肯定是最了解你自己的，你比任何人都了解你自己，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提出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是你自己会觉得有趣的，然后同时你会觉得自己脑子里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被这些问题给激发出来的。因为很多时候你不去做，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潜力有多大。就最近在做这个自问自答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发现，原来我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是能说出很多东西了，不是会那种突然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那种状态。所以任何人应该相信自己的潜力，然后一点点的去做，然后采取自问自答也可以。或许你能找到一个特别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练，你们的兴趣点很像，这个时候我觉得兴趣点很像的朋友也适合练习。不知不觉已经说这么多，那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下次再见喽。